在美国买房半年的时间，两个扎心的感受：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在美国买房已经是大半年前的事情了。作为一个高位接盘，加上快7%的高利率的房奴，回头看看，这半年真是过得匆忙而又充实。买房前只想着有自己的房子多爽啊，不用担心房东什么时候涨房租，可以随意的在家里弄各种的装饰，有了院子还能种花、种草、种菜，终于有了个安稳的落脚的地方。但是现实发现，房子到手只是第一步，之后还有一连串的隐藏的剧本。总结出了2件事：买房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始。房子花的钱远比你想象的多。房子是一个巨大的待办的清单，买房之前总觉得看房子、验房、过户这些就很麻烦了，弄完之后就会大功告成了吧？但是现在看来，这只是买房的第一关，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水管漏了要修水管，草地被杂草侵占了要整杂草，洗澡的时候不吃热水要换热水器。比如房子之前的老热水器总是等很久才出热水，而且水温会一高一低的，能怎么办呢？换吧。整个过程非常的美式，打电话预约，等2天维修师傅上门，报价，重复上述的过程，多问几家比一下价格，最后花了$3000换了个新的热水器，房子的成本瞬间上涨。美国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建议，房主每年要拿出房价的1%到3%做维修和保养。这也就是说，如果房子的价值40万美元，一年就要准备4000到12000美元来修养房子，而且这些费用往往是一大笔的大额支出。有些师傅还是只收现金或者是支票，这对依赖信用卡的美国人来说确实不太友好。有了房子后才明白很多美国人说要学会和房子共处，水管坏了要知道找谁修，草地长长了不行，要知道什么时候去补种施肥。想换个外墙的颜色，要研究物业的规定。总之，房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待办清单，准备给你出新题。有时候想想，一直租房也不错，只需要付一个房租，哪里坏了给房东或者是物业打电话就行了，也不用自己去除草铲雪。房子是一个吞金兽，跟很多第一次买房的人一样，在买房前只注意了首付和贷款，对房产税和保险没什么概念，买房之后才发现这些才是长期的成本，也让我理解了为什么有房子不代表能养得起房子。先说房产税吧，收到了5位数的账单。美国的房子真是养不起，在的地方还不算是郊区，还不是很大的房子。房产税一年$10,000多，折算到每个月差不多$1000多，而且它是年年上涨的。有的邻居今年的税直接比去年高了10%，还说每次看到这个账单，总有开盲盒的感觉。然后是保险、物业和各种维护的费用，二手房时不时出现的小毛病，每个月都能在房子上花点钱，也难怪很多人一旦买房就开始变成了一个什么问题都要先看看能不能自己先动手。原则就是能自己搞的，绝对不花钱找别人，可以省下来的都可能都是钱呐。从文化上看，美国人对房子的态度很现实，房子是负担，他们不会觉得买了房就是万事大吉。很多家庭每年都会留出一笔预算，专门用于房子的维护。毕竟，如果不花钱养房，房子的价值只会掉得更快。
买房的半年时间真的是跟房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学会了很多跟工头沟通的技巧，也学会了一些自己动手做，不断的探索自己不知道的领域。房子花的钱比你想象的多，但是房子所提供的这份安全感是没有办法用钱来衡量的。有时候它不是纯粹的资产，更像是生活的容器。所以，如果您正在考虑买房，不妨提前想想房子的各种隐形的成本和带来的情绪价值，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在美国养房，钱花到哪里，哪里就香。有房一族每天都能发现一些小问题：水管漏了，草地被杂草侵占了，洗澡的时候热水器不出热水。没办法，谁让你买了一个老二手房呢？以前以为房子是资产，但是真正的住进来之后，才深刻的意识到，这哪里是资产了，它就是吃钱的机器。不过呢，发现问题还是得解决的。干了一件大事，发现花钱这件事情把生活舒适度提高了几倍。这事确实酝酿了好几个月。从刚搬进来就一直纠结是不是要更换新的热水器，之前那个热水器也没有说明书，感觉有20多年的历史了。$3000换了一个新的热水器，每次洗碗开热水，碗都快洗好了，热水才姗姗来迟，更别说洗澡了。先放上10分钟的冷水，看着那股冷冷的水哗啦啦的流进了下水道，真是感觉浪费的。而且洗的时间久了，热水就不出来了。夏天的话就无所谓了，要是冬天的时候，岂不是变得锻炼意志才行？但是这不稳定的热水让人无法下手，突然就清醒了。于是下定了决心，找了几家对比，最终选择了推荐的一家。花了几千美金换了一个新的热水器，安装师傅半天不到就搞定了。新的热水器一装上，立竿见影，热水几乎一开就来，洗澡也不用提前开热水了，也不用担心中途变凉了。付钱等于省事。一开始在纠结要不要换热水器，期间还做过了好多攻略。先是研究很久能不能自己修之前的老热水器，看看能不能换一些零件。发现此路不通之后，又开始研究型号。在上网查了无数个帖子，看了各种博主的比较，结果是越看越乱。有人说这个牌子省电，有人说那个品牌耐用，还有人说自己买了个智能的热水器的系统，科技感十足，真是看得一愣一愣的。最后实在是不想再纠结了，直接找了几家公司咨询比价，然后半天的时间安装完成。也不知道自己之前花的时间在研究什么，所以有时候该花的钱还是得花的。作为一个房主而言，很多时候对付费有种天然抗拒，总觉得可以将就将就，或是看看自己能不能弄好。但是实际上，在很多的领域，尤其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愿意为专业人士的经验买单，真的能省时省力，省了一肚子的气。换热水器是这样的，支持付费也是这样的。找专业的人来说，就是花钱买捷径。现在越来越觉得，能花钱请别人搞定的，就别熬夜研究了。咱们没必要把自己逼成一个全才。经过换热水器，吸取了一个经验，下次再有哪个大件要修，或者是年代久了，马上找人来看，早修早享受，晚修也没有折扣，反而因为关税还可能更贵了。所以，愿意在哪里花钱，往往就决定能在哪里收获快乐。别再觉得花钱是亏了，这只不过是我们找到的一个用钱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已。在美国买房的半年时间，收到了一封来自物业的警告信，限期整改。买了房子真的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
前不久才换了热水器，车库门还没消停一会儿又复活了。今天打开信箱，收到了一封平平无奇的信，还以为又是什么广告，结果打开一看，是发现物业小区的通知。物业刑事小组注意到你家的外墙有油漆剥落，违反了社区维护的标准，限期在11月之前整改。看到这封信，感觉有点新奇，也有点无语。也不知道物业巡视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但是知道的是钱包又要出血了，防止这只吞金兽又开始行动了，真是应了之前有读者说的那句话，说房子归你所有，但是你得照 HOA 的规矩来。美国的 HOA 到底是管什么的？细到怀疑了人生。最开始知道 HOA 业主联盟会，以为跟国内小区物业差不多，维护公共区域，纠察乱停车。但真住到房子，了解 HOA 之后，才发现，它可不仅仅是物业，更像一个社区秩序的维护员，目的是维持社区的整洁与房价的稳定。听起来挺合理的，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的旁边的邻居家的草坪荒废，车道杂乱，墙皮掉光。但是真的住进去后，你才发现 HOA 的管理之细，可以精确到让你怀疑了人生。以小区为例子吧，HOA 的要求有大几十页呢，从外墙的材料、篱笆的样式、油箱的款式、后箱小房子的高度、养什么动物，全都在监管的范围之内。住了十几年的邻居说，有一次人换了前门的颜色，结果被物业要求恢复原样，因为建筑小组觉得这个颜色不和谐。根据全美国社区协会研究所的统计，美国目前大约有超过3.6万个 HOA 社区，住户占全国人口的1/4以上。像这边新建的房子，几乎所有新建的小区都有 HOA。HOA 收取的年费会被用来维护公共区域，比如在公共区域修路、剪草、滑雪、修小区活动中心等等。如果住在带游泳池、健身房或者是儿童乐园的小区，那它背后都是 HOA 在负责管理的。不过管理的越多，干涉的也就越多。房子虽然是你的，但是社区有它自己的秩序。买房的时候要不要看 HOA？这可能是很多人在美国买房时会面临的问题。有 HOA 和没 HOA 哪个更好？在我看来，就像是买到了市区还是郊区，要买房还是租房一样，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就看个人的情况。有 HOA 的好处就是社区更加的整洁统一，房价也更加的稳定。毕竟有 HOA 在，住户就不能像放飞自我的乱改房子、堆杂物，所以社区整体形象不会被拉低。通常来说，HOA 收费高的小区公共设施也多。每个月还会有小区的杂志，逢年过节也会举办一些社区的活动。有的小区还有自己的游泳池和公园、健身房，甚至有专门的儿童游乐区，只对住户开发。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东西的修建、维护和更新都是每家每户的物业费。缺点也明显，那种管得宽的 HOA 会让住户觉得不自由，哪怕是刷个外墙都得先报批，过了几天了，申请还没有回复。另外最大的缺点就是费用不低，有的独立屋的 HOA 一年少则大几百，多则大几千。
而且小区明年的物业还有涨价，已经板上钉了。有时候看到朋友住的 HOA 四扫的小区，真的羡慕，一个月的物业费就$8，刷墙、装修都随意，还不会担心收到警告信。在美国买房，不只是拥有一栋房子，更像是加入了一个微型的社会。在加入这个微型的社会之前，得问问自己能不能接受这里的条条框框。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点赞、关注，欢迎订阅。